走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我是马尚修马老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到第10课，有关于个人理财方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逃离骗子的罗网。圣经上面箴言第27章第12节讲到，通达人见祸常躲，愚猛人前往受害。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祸，而什么是福。OK， 那如何能够逃离骗子呢？就是要成为通达的人。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像彼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看见他是一个暴露别人邪恶动机的人。他看到那个西门，他希望这个用不择的手段得到这个神的恩赐，所以他就这个看破那个人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到底是否正确呢？还是我们心中暗地的希望有发财的念头 ？OK， 如果有一个这个希望发大财的念头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变成骗子的对象了。比如说，当我们有垃圾的时候，苍蝇就飞出来了。OK， 平常看到苍蝇都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你可以看来看去没有苍蝇，但是你有垃圾的话，苍蝇就闻得到。OK， 同样的这个当我们面对的这个动物，像狼它有个特别的功能啊，它可以闻到人体所发出。当你恐惧的时候，你会发出一种味道，那个狼一闻，远远的知道你有恐惧，它就开始OK 就开始进攻了。同样的，我们人心中若有一种希望贪恋发财的这种念头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可以被受欺骗了。OK， 好，我们今天呢，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可讲的。一大堆啊，你们有没有买这个书啊？应该到现在已经第10课，应该有买这本书了，是不是？没有的话，真是罪过。OK， 我相信这个我们会应该有打字打出来告诉大家这个书理财之道哪里可以买得到这本书。因此，你可以边上课一起跟我们来学习哈。那我还记得人生当中人性的软弱有几种哈，第一个就是贪财，或者是怕死，或者是过度的同情心，而这些骗子通常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说，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先生，你希不希望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发大财呢？那你通常的人都会说，告诉我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策略 ，OK？ 但是的话，有一个牧师他接了一通电话，一个人说，先生，你希望在短短2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大钱吗？那个牧师回答他就说，第一，赚大钱不是我的人生的目的；第二，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事情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告诉我？你懂我意思吗？那个人说，我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吧。所以的话，这些人呢，骗子他们的对象不单只是中年的，行骗的人的对象当中有自信的人，或者他们寻找那些不服权柄的人、自作主张的人，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是受害最深的。最近这些老年这些他们老年的这个退伍军人他们收集了很多金钱就被这个金光党所骗掉之类的哈。中年受骗的人也很多。但是的话，他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受骗而已。OK， 无论是受教或者没有受教，贫穷或者是富裕的，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无神论者，男人或者女人，都是骗者的对象。OK，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有 shortcut， 就是快速能够赚大钱，快速可以发财，希望走短的路，而不是绕长的路。我记得讲到走短路、走长路，有一次我跟一个亲戚去开车，周末度假去那个当时六福村那个动物园是那个开车进去的嘛，那个刚好度假的时候呢，假日的时候。好像台北市的人都跑去动物园了，你知道，塞车塞得一塌糊涂。就我们在那里坐了2个小时，才进
那个动物园里面的第一扇门哈，看第一个动物。结果我那个亲戚呢，自作聪明哈，他想他看到下面有一个有一条路呢，车子开得比较快一点呢，因此他就违规开上草地上面，然后就上了那条路。谁知道那条路是出口？好了，我们等了3个小时进入动物园，一只动物都还没看到，他走那条路是出去。好了，我们回去又等了2个小时再看这个动物。OK， 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是如此哈，希望找一个短的路，结果谁知道那个路比原来还要长。我还记得在1996年有一个瑞士的一个先生来到台湾来那个太鲁阁那里去玩耍，去看我们的美丽的太鲁阁。这个回家路途当中呢，他就希望找一个短程的路，他就越过一些山，然后就爬上去，违规的爬下来。结果谁知道迷路了？结果后来7天之后，这个救难人员才找到他。OK， 他又冷又饿。我相信这个是给他一个人生很好的一个教训，不要take shortcuts。有些时候短途的路程反而是花更多的时间。OK， 好，这里的话我们看一看好，问题我们直接进入的课程内容哈。每一年上百万的人成了巧妙骗局的受害者。这些骗局是要来欺骗，使受骗的人拿出钱财来换一些无用的计划跟产品。请写下一个无用的计划跟产品。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计划跟产品。OK， 行骗的人在他们的行业当中都是专家。一旦你给他们讲话的机会，他们很少有失败的经验。OK， 他们利用受骗者的自卑感、内疚、贪心和其他的人性的软弱，从中得利。OK， 那陷害者的对象刚刚有讲过了，中年、老年都是他们陷阱什么呢？骗子跟骗局，这是多得不得了哈。很多人如果要把它列出来的话，是没可能的。为什么呢？你列出来之后，他们有更多的骗局，甚至于有一些的专家研究过这些骗局之后呢，他们自己还是受骗。OK， 好。发掘行骗者的陷阱。第一个，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就是用饵。OK， 隐藏的饵什么东西？就是隐藏的欲望。行骗者让你觉得你私底下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他们的饵是与人的需要跟欲望有关的。比如说，你想不想在3个星期之内加倍你的钱呢？或者是你对保证减肥的课程有兴趣吗？其实这种课程呢，对懒人也是有效的哈。OK， 你付了一大笔钱，然后你做一些运动，你减肥，你减不到肥的话，钱拿不回来，所以为了拿回这钱，你拼命的去减肥。好了，减了肥之后呢，过了几个礼拜，你又肥回来了。OK， 好，有些时候肥胖不是健康的问题，是心理上面的问题。OK， 好，你想做一个公司的老板吗？你想发财吗 ？OK， 这些都是他们一个饵来钓我们的哈。第二个就是钩了哈，他们的钩。就是讲一些真实的话语，行骗人的他们的这些钩的话，是跟他们的饵放在一起，会达到不可思议的成功哈。这些钩是一些真实的话语，能够透过人性的堕落的天性、隐藏的心意，希望比如说不劳而获啊，或者不在意牺牲他人而获利啊！你牺牲别人，你牺牲你的朋友来为你自己来获利。OK，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马牧师，你知道我发现有个产品可以边卖产品边传福音。”那这样子的话，我又可以得利，他们又可以得福音 ，OK？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必须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因为真诚的友谊第一个真诚的友谊的基本的动机就是你不是从友谊当中获利的 ，OK？ 爱是给予的。爱不是从中获利的，所以任何人希望借着信仰啊，借着传福音啊，然后卖产品啊来获利的话，我觉得都是要非常小心的这一点。OK， 好，那对不能够改变的缺陷感到不耐烦啊，或者是并且抗拒老化，这些都是他们的饵。
OK， 来钓我们的。好，第三，他们的策略，他们有一些的证明的文件啊，是不是什么调查证明啊，这个研究证实啊之类的。OK， 行骗者通常是结伴同行的，他们把一些人放在你的周围，使你对他的策略有兴趣。行骗者会告诉你一些实例，好像他们就是一个满意的顾客，他们就是见证人，其实他们是其中另外一个骗子而已哈。他们这些证实文件记载一些假的实验或者是示范啊，骗子跟同谋者这个施展给你压力，使你为自己不合圣经心意的一些事情找借口，同时让你的眼光注目到他的耳上面。证明的文件使你确信你所选择是对的。欺骗这个骗子跟他的同谋甚至会让你先得着，好让你坠落一个更大的陷阱当中。所以的话，这些都是他们的计划。到最后了，你上钩了。上钩以前，他们施展压力为了你被上吊他就施展压力，他会告诉你时间不多了，你如果现在不决定的话，就错过人生的好机会啦。OK。弟兄姐妹，神的方式是没有压力的，而且神会让你有时间去查验的。OK， 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话，你放心，你不会错过。有一次我还记得去了一间那个时候10几年前去菲律宾一间非常兴旺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被选为当时在全国菲律宾当时经济状况也不错的时候，被选为10大杰出这个商人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说，马牧师，他说我是教会的长老，然后工作上面越来越多的责任我发现我读经祷告跟妻子在一起的这个陪灵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但是他是觉得他跟我说人生的机会真是很少有这么那么好的遭遇他被选为10大杰出的商人，然后又是什么会是会长被选了，然后开始好像人生这个正在起飞当中。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当时的话，他这样跟我分享，我就很直接的跟他分享我心中所想的。我就说，弟兄，我说其实当你拥有神的原则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机会多的是。 OK， 只要你拥有神的话语，你讨神喜悦，神不会让你错过任何的机会，而且机会多的是。撒旦要你牺牲神，牺牲家庭，为了得着你的事业，我说那是空虚的。你最好是把神放为中心优先，然后一切都会供应给你。哇，他那个时候说，哇，谢谢马牧师，我那个时候也无意当中就讲出这些话来鼓励他。我相信在他生命当中，现在经济状况在菲律宾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美满的属灵的生命。OK， 然后神也供应给他一切的需要。OK， 这上钩。OK， 骗子了，他跟他的文件使你相信，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价格的话，有人已经等着要买了，或者是明天就要涨价了。卖房子呢，我曾经去好像预售屋跑进去看一看，他们就问了，开始高压政策如果今天不买的话，明天的价格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今天是真的是你很喜欢，你这个被他们讲的就是昏了头了之后就跳进去了 ，OK， 进入债务里面 ，OK， 压力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使你没办法询问比你更懂得、更能够识破骗局的人的意见，他们给你压力，因此不让你。他们做过调查，好像他们有个手段说，如果一个人离开你的当时的这个售货的地方，如果一离开的话，90%以上他们不会回来买的。OK， 当你从神所定的权柄结构之下出来了，并选择不理会圣经的原则跟灵里的提醒，你就会失去了可以不受骗的保护。所以的话，唯一能够保护你不受骗的，就是决心毫不妥协的遵行圣经的原则来生活。Amen。OK， 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如何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学习逃避骗局哈。行骗的种类有几种，比如说第一种的话是
伪药，比如说他们假的那种药膏哈，医学上面欺骗的行为，日益猖狂啊。因为人们相信任何的疾病都有仙丹哈，任何身体上面的缺陷都有一种更容易的方法来个改正。神的话语对于不同的疾病跟适当的处理的步骤是有基本的指引的。然而，行骗者用神秘性的、比如假科学性的或者是感觉性的广告来剥削受害者。OK， 因此说这个药物买这个东西要仙丹的之类的。OK， 那逃避的这个欺骗的圣经的原则呢？圣经当中我看这个要不要讲这个因为时间关，我就讲一项给你听好了。应用圣经当中自我接纳的原则，比如说刚刚是讲到错误的那种假的药方来推广，那我们用什么原则来回敬他们呢，或者来抵挡呢？当我们从神的观点看我们自己，并且接受了神设计好给我们或者允许那些不能改变的特征存在的目的的时候，比如说你头发很少，光头，像我记得有一个讲员。他说他头发很少，他就买了一些药物，说你只要用多少次，每天擦多少次搓120下，每天7天之后就见效。他花了很多贵的钱买了这个药物之后还是没效。OK， 这些自我的这种接纳的问题啊，就除去了自卑感的问题，并且解除了应尝试更正那些不能够被改正的时候，这一大堆字我也搞不清楚。OK， 好，换句话来说，就是说，神给了我们一些特征，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我们要如何学习接纳它？当我们从圣经当中的基本原则，借此除去有害的压力，比如说罪疚感啊、苦毒啊、贪心啊、忧虑啊、缺少安全感啊、恐惧啊、嫉妒啊，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不健康跟疾病了。换句话来说，神的良药就是清除我们内在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压力啊、苦毒怨恨啊。没有苦毒怨恨的话，你的脸上看起来这个精神也好一点啊。你知道，苦毒怨恨使人家疲劳。所以的话，你吃什么药都没用。OK， 为什么要把这个根就是苦毒怨恨？苦毒怨恨的话，使人会疲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在用体能在恨他。所以的话，为什么一个怨恨、一个常常拥有苦毒的人，他们常常会累、会疲倦？吃什么药、维他命都没什么效果。所以的话，主要的是要把这苦毒清除掉，你就会有健康了。OK， 好，另外一个，比如说要自己当老板啊，自己做老板啊。行骗者制造一幅不实际的画面，使你以为可以脱离为人家工作而来的压力。他解释给你听，如果你要赚得你老板所赚的那种利润呢，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只要你自己组织公司，而且这个行骗的者刚好有个机会，这个骗子刚好有机会，只需要几十万 ，OK， 就可以帮助你设立自己的公司了。谁知道你这个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们有一些很昂贵的这些专营权利啊，或者是昂贵的配备啊，或者是培训的计划啊，然后到最后你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个后来也做不到生意了。OK， 主要是他赚了一笔了。OK， 第三个是别人损失而使你得利益的这些计谋。OK， 还有一些就是新发明的骗局。发明家，请注意一下哈，我们很多台湾的投资人都很喜欢这个投资在这些新发明上面，新的什么东西公司上面。OK， 新发明发明家的天性是乐观的，对他们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OK， 时间对发明家来说不成问题，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可以很快的过去，而发明家整个人都沉没在这个寻找问题解答的方法，或者是新的发明上面。发明家对自己的发明所做的宣称听起来好像很可能，但因此我们也有高科技的关系，就很多人就是多疑的人都很容易相信他们这些发明的这个东西。所以行骗的人的话，就拿了一些发明家的一些 idea 啊，就说你投资这个东西啊，现在发明什么东西，出什么新产品啊，那你扎钱下去，谁知道一扎下去这公司是假的。OK， 或者是另外一种行骗的方式，就是修理机器。我还记得好清楚，有一次有人说要来我们家来查这个瓦斯有没有出问题。OK， 来了我们家，这个刚好是我岳母家了，查瓦斯，谁知道到最后在卖这个
金宝塔 ，OK， 就是卖坟场地了 ，OK。我那时候给我他说，哎，这个人干什么？哦，他在推销那些什么金宝塔之类的，现在可以买的可以多少钱，很便宜了，以后的话就会涨价了。我说有没有搞错？他进来你的家里面是要查瓦斯，到最后再卖这个金宝塔 ，OK。好，任何人用欺骗的手段进来的话，我都不会相信他所卖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OK。所以我们做消费者是非常要小心这种陷阱 ，OK。我看看时间还有多少啊？请问一下，还有5分钟 ，OK， 哇，时间不多了 ，OK， 我看看或者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哦，有一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去上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个讲员他自己分享的一个亲身的经验，他说他是一个房地产的投资者嘛，他是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他说在他生命当中第一次投资了一块地，他跟他的朋友当时不知道合伙是不恰当，但是他们合伙买了一个地。有一天，有一个男士，一个外国男士叫 BJ 跟另外一个房地产的人员呢，就走进我的办公室。这个讲员在做见证哈，他走进他的办公室。BJ 自我介绍是美国纽约某某股市上市公司的老板，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OK， 讲员因为以前这个讲员他以前玩过股票，知道这家公司。那 BJ 就问了，在这个某区那块地是属于谁的？在纽约那里是谁的？那个讲员就刚刚说，刚好是他买的，跟他朋友买的。这 BJ 就跟他说了，你买了他的竞争对手是在那块地的对面，所以愿不愿意把这块地卖给他？所以当时那个讲员就是这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他说好，$250万卖给你。那个 BJ 就说好，一口答应，好，就开始写支票。那个讲员说哇，有没有搞错啊？就这样子就答应了哈，不知道这真还是假。然后就开始就250万还是$2500万，我忘记了 ，OK。好，但是呢，很高一笔这个费用，写了支票之后呢，这个 BJ 要求当天就要 close， 就是说当天就要成交了，但是时间已经快要已经是这个晚上下班时差5分钟，到4点50分左右。如果要做这个所有的行政的话，这些作业的话没办法做到，因此的话就要求说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把手续办完。就那个 BJ 说好吧。当天晚上，这个讲员回到家里面，他好高兴啊！他说：“哇，跟他太太说，他人生当中第一笔生意就赚了一大堆，哇，好兴奋啊！”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去办公室的时候，感觉到有点怪怪的哈，他就打电话，那位有张支票嘛，打电话去那张支票的银行，就问，请问一下这个人的这个信用好不好？那个对方银行里面那个小姐就笑出来说：“他又来了。”这个人啊，每隔几年啊，就会发神经病，拿他的母亲的支票本子啊，到处去买房地产。那这个讲员听了之后，就这个冷汗都飙出来，说啊，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后来那个推销房地产那个卖房地产的人员呢，就把这个 BJ 先生带回他的家里面，因为怕这个客户跑掉，带回家去见他太太去住。他第二天就跟这个讲员说了。哦哟，这个人不可信任呢。昨天晚上好奇怪啊！我把这个人带回家的时候，我太太一直坚持不要招待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就后来这个人半夜啊，要求我给他一瓶这个 alcohol， 就是那个酒精，就是擦皮肤那种好像跌倒弄伤的酒精来擦。第二天早上那个酒精都没有了，全部光掉，因为他喝掉了。OK， 那么夸张哈。OK， 然后这个讲员就告诉。这个推销房地产的人员说，这个人是个神经病，所以快把他解决掉。结果后来他们很有礼貌的就把这个人请出门外。那个人说啊，你认为你怎么不买？你不相信我啊？就开始闹事哈。后来听说这一个 BJ 离开他们的办公室，跑去纽约市当中最大的大楼，以$900万买下这个大楼，当然又是个假的支票，因为他老妈都没有那么多的钱 ，OK， 所以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些的骗局或者骗子，我们都不知道。你辛辛苦苦的
累积了你省计程车，然后省公车，你每天走路，然后你不坐计程车坐公车，然后你现在搭捷运，然后你省这种小钱，省到最后省了一笔钱，竟然被一个骗局所骗。换句话来说，你用你的时间赚取这个金钱到最后你金钱被骗的话，其实你人生就白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课程设计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机会讲因为很细节的东西。这个课程讲到很多有关于如何可以避免骗子的一些的方式。因为我自己本身上了这个课程，我可以看到，当我要做任何的投资的时候，帮助我没有说完全十全十美的完全避免，但是帮助我去分辨到底骗子有哪一些的手段。OK， 那如果今天你受骗之后，应该采取什么的步骤呢？有4个步骤。第一个，立刻寻找逃避的路途。这个第二的话，回到神所设立的权柄之下，就是说去到你的父母亲那里寻求帮助，或寻求这个祷告有关于像这个相当的这个适当的政府官员、有关单位来请教他们应该怎么做。第三，向神呼求，神啊，我做错了，我因为贪心，我导致这样子的，请求你救救我啊！可以。第四，找出你受骗的原因，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你下次就不会再被骗了。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希望这个课程对大家很有帮助。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了，欢迎写信来询问。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他的时间不错。